圣诞夜，我在阳台亲眼目睹了一场凶杀案，跟凶手四目相对后，凶手诡异的给我竖起了中指，随后发疯般的朝我这栋楼跑来。我颤颤巍巍的拿起手机准备报警，岂料这个时候，楼上802的阿菜给我发来消息，我看到对面楼里有人被嘎了，凶手好像过来了。阿菜和我都是一个人住，平时我们互相帮助，已经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什么？你也看到了？我们赶紧报警吧！我已经报过警了，我担心警察还没来，凶手就来找我嘎人灭口怎么办？你把门反锁好，灯关掉，假装家里没人。我现在也害怕极了，担心小区会有人被凶手误伤。我赶忙在业主群里发消息，有个打扮成圣诞老人的达人犯正在楼里藏着，出门过节还没回来的人务必小心。我的消息刚发出去，门外就传来急促的敲门声。我大着胆子走过去，屏住呼吸，通过猫眼向外看，可外面的楼道里空空如也。但我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，此刻楼道里明明一个人都没有，感应灯却一直亮着，这就说明楼道里藏了人，而这个人刚好在我的视野盲区。随后我赶忙关灯，很快我就发现大门中间的门缝被一团黑影挡住了，凶手正蜷缩身体蹲在我的房门口。我被吓得瑟瑟发抖，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可没一会，我的门外又传来敲门声，不过这次的敲门声非常轻柔。我大着胆子再次朝猫眼望去，此时隔壁701满脸笑容地站在门外。唐三，你在家吗？我来给你送圣诞礼物了。平时我们很少交流，为什么今天会出现的这么巧合？他一只手里拿着礼物，可另一只手里分明握着的是圣诞老人的衣服。难道他就是凶手？敲门声越加的强烈，我强忍心中的恐惧，努力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动静。就在我以为他要破门而入时，门外的声音却戛然而止。我清晰的听到了801关门的声音。他不是凶手的话，凶手现在会在哪里？难道他去找阿菜了吗？我掏出手机，刚想询问阿菜的情况，就先一步收到了他的短信。唐三，你快开门，我就在门外。我担心晚一秒他都会被凶手嘎掉，于是毫不犹豫地将门打开，一把将阿菜拽进了屋里。你这样太危险了，万一出门碰到凶手怎么办？我一个人在家实在太害怕了，只能来找你了。警察怎么还没有到啊？对了，刚刚隔壁801的浅浅过来敲门了，他说来给我送礼，可手里却握着圣诞老人的衣服。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就是凶手，他的男朋友就在对面楼上，我在小区还经常看到两人吵架，并且每次浅浅都拿着木棍，想对她男友下死手。我们将这些都告诉警察。随后我掏出手机，本想发消息给警察，却看到了浅浅在业主群里发的消息。你看到的凶案现场里的沙发是不是黑色的？刚刚我一直联系不上我男朋友。沙发确实是黑色的，但我不是唯一的目击证人，楼上802的阿菜也看到了，他现在就在我家。什么？快跑出来！阿菜就是那个圣诞老人，只有凶手才会想尽办法让你开门，他是来嘎人灭口的。我瞬间汗毛倒立，我猛地抬起头，却发现阿菜正死死地盯着我的手机屏幕，我被吓得连连后退。此时门外又传来激烈的敲门声。唐三，你快开门，阿菜就是凶手。唐三，你别相信他，他是想嫁祸给我。说罢，阿菜以最快的速度冲到门口，将门给反锁了起来。见他一脸的惊魂未定，我觉得他的恐惧不像演的。我看见浅浅手里拿着一把刀。我拿刀是想保护你，你快开门！阿菜之前知道我有男友，还一直骚扰我，还怂恿我和男友分手。我记得你之前一直有给浅浅送礼物。那是我想促进邻里间的关系，我没有那方面的意思。浅浅，你刚刚手里为什么握着圣诞老人的衣服？那是我在你家门口捡的，当时以为这是你不要的垃圾，想帮你丢掉，可刚才回去重新检查的时候，发现圣诞老人衣服上全是血。我一时间也分不清谁的话是真的。为了自证清白，阿菜将他家门口的监控拿给我看，里面清楚地记录着阿菜除了刚刚下楼来找我，今天一天都没有出门。对不起阿菜，我不该怀疑你的。没事，我只是不希望我们的友谊被凶手给毁了。我一个劲的道歉，趁阿菜放松的间隙，我一个箭步用最快的速度打开门冲了出去。门外的浅浅被我吓了一跳，快帮我把门抵住。唐三，你快点回来，他才是凶手。阿菜，你别演了，你才是那个圣诞老人，你中指上戴的戒指跟凶手手上的戒指是一样的。这个戒指是浅浅之前送我的，他是故意亮出来给你看的。此时我的后背传来阵阵寒意，我看向一旁的浅浅，她怒目而视地看着我。你是不是傻？一句话就给你策反了。我想到刚刚看指纹锁记录时，还看了他的通话记录，立马大声冲着阿菜喊：你别想骗我了，刚刚我看了你的通话记录，你根本没报警，你就是那个凶手。接着我拿出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。浅浅借口家中有事转身离去，房间里的阿菜好像已经放弃挣扎，没有动静。等到警察过来后，他们却说我报假警，要把我抓走。你所说的发生凶杀案的房间，我们细致的搜查过，那房间里根本没住人。这时路过的王警官走了过来，王警官是我好哥们王强的堂哥，我们仨小时候还一起玩过，他知道我的为人，走过来说了几句帮我解了围。你以后可千万不能这样了，再打电话浪费警力就把你抓起来。你家里我们也看过了，根本没有别人的脚印，你楼上802是空房间，根本没有什么叫阿菜的人。至于业主群里的浅浅，确实有这么一个人，不过人在外地，根本不可能来给你敲门。我感觉呼吸困难，支支吾吾的连解释都费劲儿。事后我们俩找了一个路边摊，叫了2瓶啤酒，一堆烧烤。王警官制止了我喝酒的行为。你是不是又犯酒瘾了？是吗？
难道真的是我喝多了产生的幻觉吗？我有酗酒的毛病，我老婆也因为这个和我离婚了。听说酗酒是有基因遗传的，我爸就因为酗酒失手杀了我妈，而我也没有逃过这个坎儿。老板，拿瓶可乐，可能确实是幻觉吧，我以后再也不喝了。王警官听到我的话挺高兴。你早就该戒酒了。吃饱喝足后，我推着自行车回了家，将自行车停在楼下，一步一步的上楼。知道事情都是一场乌龙，我心里放开了不少。在关上房门的刹那，我突然意识到我遗漏了什么。我拔起腿跑进对面的楼道中，果然在6楼的楼梯上看到了东西，一片新鲜的银杏树叶。我颤颤巍巍的捡起来，重新给老王打了电话。你来一下，我说的那个命案，我找到证据了。单元楼底下3、4个警官围着我，要不是老王还在这，他们很有可能又要对我大喊大叫。我们小区附近没有银杏树，对面这个单元里面3到顶楼早就已经没有人住了。一片新鲜的银杏叶却出现在了楼道里，这就说明曾经有人来过这里。这也并不能证明就是你说的命案，万一就是我们早上去搜证的时候，有人脚底下踩的银杏叶，不小心遗留在了楼道里呢？他说的我哑口无言，看我被问得狼狈的样子，老王走过来说道：“万一他说的是真的，那就是一条人命啊！咱们再去现场看一下吧。”在银杏叶的加成下，大家手上都戴了手套，比之前的搜证正规了很多。这时老李回过头来看我，你说你在你家阳台上看到凶手动手，那你觉得具体是在哪里动的手？我仔细回想了当时的角度，然后指了指沙发的位置，应该是在这里。几个警官围着沙发看了一圈，然后用紫光灯小心翼翼地照射了每一寸，没有任何的血迹反应。我木讷地站在原地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好像又一次浪费了警力。对不起，可能真的是我出现幻觉了，耽误你们的时间了。我扯出一个牵强的笑容，跟着警察们一起下了楼。突然，最前方的一个警察叫道：“等一下，这个痕迹好奇怪。”我们停在了原地，他指了指楼梯，另一位警察凑到上面，两人对视了一眼，然后拍了照。我是最后走到那处痕迹的面前的，那是一处平坦的水泥地上留下的划痕，像是被人拖着东西从上到下走动的痕迹。几天后，最开始我见过的那2个警察找到了我，这次我终于进了警察局，他们发现了一具女性尸体。你再仔细的说一遍那天你看到的景象，一个情景都不要错过。所有人的目光都看着我，那种众人期盼的感觉让我飘飘然，我就知道我没有看错，也不是幻觉。他们是一开始就在打，还是最开始在说话？我不知道，我看到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在打架，一个人穿着圣诞老人的衣服，我也不知道是男是女。那你有听到他们在说什么吗？或者说你看见他手里拿的是什么凶器了吗？那么远我怎么可能听见？那武器的大概形状呢？感觉像是我没见过的物品，一个很细的杆子上有一个正方形的头。不着急啊，你慢慢想想看，你看看我们这个办公室，你有没有觉得跟什么东西类似？我环视了一圈，摇了摇头，接着他拿了一张照片放到我面前。这位就是死者，他是那个单元的业主，他被装在行李箱里蜷缩着，是钓鱼的发现了他。从事发到现在已经过了1个星期，尸体高度腐烂，你看一下，受害者是不是这个人？我看到的是影子，这个是照片，我怎么看得出来？说完，我又低下头仔细地看了看照片，然后我愣住了，震惊地说：“这不是死者，这不是我看到的那个女人，我看到的那个纠缠的画面，那个男人用右手打了女人左侧的头，而这个伤口是在右边。你是不是记错了？不可能。”最后我被送回了家，他们一致认为我记错了。时间过去了很久，我说的话又没人相信，那我又能怎么办呢？王警官和王强一起过来找我喝酒，看到酒瓶我愣了一下，自觉地换成了果汁。死者名叫柳如烟，以前是工厂的工人，现在是无业游民，平常就是打牌喝茶度日。老公在县中学当老师。那她老公赚了，这边都等着拆迁呢。一个每天花天酒地的老婆死了，还能给自己留下一大笔财产，搁谁都觉得是天降狗屎运。所以我们首先怀疑她老公。我们已经去了中学看过几次，不过她老公有不在场证明。那天晚上她老公在和别人打牌，打了一个通宵都没下过牌桌，桌上的3个人都能够证明。那看来不是她老公。我脑子里好像有一束光闪过，开口问道：“她老公是教什么的？”教物理的。我想起来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凶器是什么了。我拿出手机开始搜索，然后将图片推给他。这个铁架台是中学物理常用的做实验的设备，一根极细的杆子底头是一个正方形的铁块固定住，杆子上放置着材料，跟我那天在警察局叙述的一模一样。柳如烟的老公被抓了起来，直接在警局审讯。这波连测谎仪都用上了，却还是一无所获。因为那天晚上打牌的那3个人记得清清楚楚，因为雨太大了，几人商量今天晚上就打个通宵，直到早上雨停了，他们才走的。案情再一次陷入了焦灼。几天之后，我在上班的时候被逮捕，因为警察在学校里找到的铁架台上面有我的指纹。我的指纹为什么会出现在中学的一个铁架台上？我根本没有任何机会去接触到一个中学的教训，就算让我解释，我都不知道该从何说起。我跟柳如烟的老公江晨分别被关押在2间审讯室当中，有几次我在走廊里碰到过他，一个戴着眼镜的斯文男人。要说这样的男人会杀人，我是不信的。凶器上有我的指纹，没有他的，他有杀人动机，我没有。如果能结合一下，那么这个案子就没有任何狡辩的余地。
可惜线索都是分散的，在没有确切和实际的证据面前，我们2个人被关了几天也就放了出来。拆迁款到账后，我立马买了新房。再去上班的时候，同事闲聊又说起了这个案子，我装了个逼，跟他们说我才是案子的目击者。我觉得柳如烟的老公才是凶手，只是不知道他是怎么把自己的指纹去掉，换上你的指纹的。这个事情也不难，只要能够拿到你的指纹，把它印到那个台子上不就行了吗？可是也要找得到我的指纹呀！我在家谁能拿到我的指纹？那个姜老师不认识我，更不知道我家住哪，怎么能够找到我的指纹？说不定他有什么亲戚之类的知道你家，偷了指纹，然后印在上面。那个日本小孩不是说了吗？排除掉所有可能，剩下那个最不可能的就是真相。下班路过公安局，突然有一些线索闪进了我的意识。他们说的对，要拿到我的指纹，一定要跟我有接触。跟我有接触的，在那段时间里面，只有王警官和王强2个人。而去学校里面找物证的也是王警官，他有没有可能在那天喝酒的时候将我的指纹提出来，然后贴到那个架子上去了？我身上的冷汗出了一身。可是他又不像是害我，因为这个证据实在不是来定我罪的，倒像是来迷惑警方的。他是不是跟那个死掉的柳如烟有什么联系？难道说是情杀？想起他在我面前一副好大哥的样子，我突然想要调查背后的真相。王警官下班回来，在他家里看见了我。你咋到家里来了？想找你出去跟王强吃饭来着，没想到来的时候你不在家，就跟嫂子聊了一会儿。巧了不是，我正好有事情要找你。那个，你媳妇，你前妻，你有多久没跟她联系过了？小半年了吧。她当时给我说要去外地了，还让我平时多去看看她爹妈。王警官点了点头。她死了。你说什么？第二天我就知道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因为作为他的前夫，我也是有嫌疑的。一个女警官来到了我的新家。你前妻的尸体是在一处隐蔽的树丛中发现的，一家人外出露营，他们的狗翻出了埋在下面的尸体。我只记得大概是半年前，我前妻有一次找到我跟我说她要去外地，她说认识了一个朋友在那边，人家给她介绍了工作，然后嘱托我照顾她爸妈。那他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他的表情呢？有没有很紧张，或者是有什么不同？其实我有些记不清了，毕竟是半年之前的事儿。他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个朋友是谁？没有。那你也没有问他吗？也没有。你不觉得你说的很奇怪吗？你前妻来找你，跟你说他要去外地了，你既不关心他要去哪儿，也不关心他跟什么人一起去，你就让他直接走了。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离婚有一段时间了。既然他让你去照顾他父母，那就证明对于他来说你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。但很显然，你作为一个曾经的丈夫，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值得信任。他们走了以后，我坐在家里许久。我只记得那天我喝了很多酒，醒来之后好多事情都不记得了。他们以为我已经将酒戒掉了，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只是将它变得更隐蔽了，更加惧怕让别人知道，特别是女人。几个月后，公司团建，同事他们还带了几个女人，说是让我认识认识。席面上很热闹，大家一起吃吃喝喝，讨论着连环杀手的事情。只有我沉默，因为我知道真正的魔鬼是谁。你怎么不喝酒啊？戒酒好久了。后来我常去接这个女生下班，再后来我们成了情人。我总得开启自己新的人生，不能沉迷于过去。这天晚上我又去接她下班，她和朋友们告别后坐上我的后座。这几天我们同事的男朋友都来接，那个杀手真变态，专杀女的。你放心，我天天来接你，肯定安全。你什么时候去见我爸妈？你看什么时候方便都行。那就下周吧。你带几瓶酒？你那天得陪我爸喝一点啊。我已经戒酒很久了。我听到身后他的笑声，不知怎么竟然有种窒息的感觉。你别装了，我上次看见你喝了啊。哪一天？之前我们就见过一次，在一家餐馆，你自己坐在那，桌上放了好几个空酒瓶，你别不承认。送他回家后，我独自回到目睹凶杀案的家中。这边比起之前更加的破败，还是熟悉的黑色沙发。我的面前摆着一杯白酒，旁边是半个酒瓶子。我又想起了那天我喝了太多的酒。窗户上的投影是我亲眼所见，可是不是看到的别人家里发生的命案，而是我自己杀人时灯光反射在墙壁上的影子。真可笑啊！我还一直怀疑这个怀疑那个，最后杀人凶手就是我自己。那天前妻来找我说她要走了，之后都不回来了。现在所有的真相都已经清晰。没有人知道这一场精妙的杀人计划，也不是，还有一个人知道，那个和我交换的人。江晨是县中学的物理老师，下了晚自习回来后，家里一片黑暗。他认命的站起来，想到点开水洗脸，结果热水瓶里也没有一滴水。他站在厨房里烧水，热水壶烧水的声音和楼下那个女人的声音重叠。哎呀，你上去啊！你别瞎说，你老公在家。在家怎么了？你怕他啊？我不怕，但我女儿怕。你老公可是我闺女的物理老师。你个怂货！我告诉你，等我拿了拆迁款，就一脚把他踢了。行了行了，你赶紧上去吧。江晨站在楼上，连手被热水烫到了都没有知觉。柳如烟进屋躺在沙发上，扯着嗓子大声喊道：江晨，给我倒点洗脚水过来。
他面无表情地把刚刚烧好的热水放到他面前，然后站在阳台上摸出了手机。手机上是一篇文章，发帖人一人我饮酒醉。有没有人来一场隐蔽的交换杀人事件？